嗨，大家好，我是木頭人。身為一個愛好木工的人，你是否已經擁有自己的工作桌了？那有了工作桌啊，那絕對就不能缺虎鉗了。那今天我要來教大家如何安裝這個台制的快速虎鉗。對於剛入門木工的新手而言啊，其實要安裝一個虎鉗到工作桌上啊，稍微還是有點小困難這就是我今天要拍這部片的原因快速虎鉗使用的方式還有它的一些功能我會放在影片的最後來講那現在我先來教大家如何安裝這個虎鉗。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開始了。那有在收看我頻道的朋友啊，一定會覺得我的工作桌長得很奇怪那其實我的這個工作桌啊，一開始是買現成的，原木色這個部分啊，是我原本工作桌的大小。那其實我自己一直很想做一張比較大張那分量比較重的實木工作桌。那我其實材料都已經買好了，不過這一年來實在是太忙了，我一直沒有時間做所以我就退而求其次我先在我原本的工作桌上面做改造像這邊就是另外接上來的嘛，那上面裝的孔就是20mm的洞洞孔做成洞洞板的形式我就可以搭配軌道鋸，還有市面上一些關於洞洞板的一些配件那這個角落是我前陣子做的我又延伸過來，把圓鋸機也納入我的工作桌裡面其實我一直很想要一個比較小的圓鋸機，然後噪音比較小的，這樣我在做一些比較精細的切割啊，我就可以在我的工作桌旁邊直接就開機就操作了，我就不用到機械室。那我機械室的圓鋸機啊是比較大台的所以在切比較精細的作業的時候比較難操作，而且噪音也很大所以我才會再購入這台小型的圓鋸機那這邊這個工作桌的缺口就是要給這個圓鋸機的滑軌跑的初期我就會先這樣用那之後有時間再來認真做一個我自己心目中的工作桌。這款虎鉗出廠的時候它上面都噴很多油了，所以你可能要戴個手套操作才不會滿手都是或是可以拿乾淨的布把油都先擦乾淨因為它主要是要做防鏽那一開始安裝的重點我們要把虎鉗反過來它這邊有一個 L 槽嘛這個 L 槽就是要放在工作桌的這個位置然後這裡會有兩個孔嘛，這兩個孔就是要搭配這個螺桿把它鎖在工作桌上面。所以一開始的重點就是這一段距離要配合我們的工作桌如果你的工作桌比較薄，那這邊就必須墊夾板把它的厚度補足我現在用這個工作桌中間這個部分其實只有2公分厚，那它是外面有包寬，所以外面看起來比較厚所以我裡面還是必須要墊木頭把它墊厚所以一開始就直接先去量這個底到虎鉗最上方它的距離是多少那我這裡量是 6.3 公分所以 6.3 扣掉你的桌板厚度就是我們要墊的這個夾板的厚度我們可以直接這樣子量去抓不過依據我的經驗我是希望這個虎鉗安裝上去之後，虎鉗最上方這個面是稍微略低於我們的工作台面大概1 mm 左右這樣的好處就是我們在加工的時候比較不會因為撞到這個金屬台面導致我們的可能刀具受損，或者是它突出於表面會影響我們工作進行。所以實際上要墊的厚度要再加1mm 左右。當然你如果要讓這個面再更低一點也可以你可以自己決定通常我就是略低于個1-2mm。那因為這個虎鉗其實有點重量，那現在教大家一個方法，我們可以把這個快速桿先把它鬆開把虎鉗收進去再把它扣起來，我们這時候就可以反向這樣子把它放上來因為這邊比較重嘛所以這個虎鉗就不會往下掉了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去量底下這個虎鉗突出這個桌面的距離是多少這樣的好處就可以實際測量到它到底這個面突出桌面是多少那我這樣算起來我總共要墊 4.3 公分的夾板至於虎鉗應該安裝在什麼位置這個要根據你的個人習慣來決定那我是喜歡把虎鉗放在工作桌的邊緣，那我看也有人把虎鉗放在工作桌的中間那其實我覺得這樣會比較難操作因為你夾起來之後木料可能會在這個位置你要把它切斷你還必須這樣子切，你的距離就沒辦法這樣子擺所以我覺得放在中間其實不是很好我習慣放在一側那要放左邊還是右邊其實要根據你是左撇子還是右撇子像我是一個左撇子嘛，所以我如果放在這個位置我拿鋸子要把木頭切斷，
切斷之後，我如果要接這塊要斷掉的木頭，我手是不是要這樣子，就會很 K 嘛？其實左撇子比較適合放在右邊哦。我如果是放在這個位置，我切斷了，這一手就可以順勢把木頭接起來了，它就不會掉到地上。因為我們如果不去接這個要落地的木頭，其實有時候我們要的這一塊木頭底下會有撕裂的問題哦。所以我建議啊，虎鉗啊，如果你是左撇子，就放在右邊哦。右撇子就放在左邊了，我覺得是比較適合的。當然這只是我的建議啦，也要根據你的個人習慣來決定。那我現在我的工作桌只有這個角可以使用哦，所以我只能裝在這裡。那我如果裝在這邊，這個深度又不夠哦，你可以看到這個虎鉗哦，它有個深度嘛，它就會卡到這個角哦，所以這個方向我也不能鑽，我就只能裝在這個位置哦，所以我現在也沒有辦法，我就被限制住了。那決定好位置啊，我們把虎鉗這樣子擺上來啊。那現在我們要先畫這個孔位，鑽孔的位置，我就直接這樣擺上來，把這個面都貼緊我們工作桌，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凹槽的中心做個記號。打個十字記號，確認鑽孔的位置。我把這個鑽孔的位置給畫出來。那螺桿的話，可以選 M8 到 M10 的螺桿都可以哦。2個螺桿，2個滑絲，再搭配4個螺母。那一個螺桿會用2個螺絲哦，是因為我們要讓這2個螺絲對鎖，這樣久了之後，這個螺絲比較不會鬆掉。那你也可以用防鬆螺母。滑絲我還會再搭配另外這種是防鬆的滑絲啊。我在鎖緊之後，這個滑絲因為它有個彈性，所以它會把這個螺母給釘住哦，也是為了防止以後螺母會鬆掉。定位器稍微打一下。這個孔位需要很直嗎？其實不需要，稍微目測一下，2個項，看一下有沒有抓直就好了。M8 的螺桿就裝 M8 的孔就可以了，這樣就剛剛好，不會晃動。接下來比較注意的就是上面這個六角孔必須把它挖出來。我建議不要去挖一個圓孔，這樣子螺絲在鎖緊的時候，這個圓孔也會轉。其實鑽圓孔也不是不行啦，主要就是說之後這個圓孔就比較容易卡屑在裡面。所以我習慣就是把這個六角給鑿出來。抓完位置，把這個邊緣描起來。描上去之後，攝影機可能看不清楚這個線了。鑿的時候，描的這個鉛筆線盡量留着。這樣的好處就是等會螺母轉上去它就會往這個木材裡面逼這個螺絲就可以卡得很緊。你如果把線鑿掉的話，這個螺絲可能就會鬆鬆的會動。那木紋是這樣子長的話，我們先打這兩邊木頭的端面把木紋先打斷，你也可以用修邊機先修一下，再來鑿刀修一下就好了。鉛筆線都留着，這樣放上來卡不進去是正常的。先留鉛筆線。深度的話要看要鑿的剛剛好，或是稍微淺一點點，到時候逼緊之後它就會往下陷了，所以不用鑿得過深。這樣的緊度就差不多了。你看下不去嘛，可是其實錘子敲一下，它其實就已經卡進去了。這樣的緊度就會剛好。好，那敲一下之後，你也可以拿起來看。凹陷的木頭的那個量還很多，可以稍微再鑿掉一點。我總共要墊4.5公分的木頭在這個桌面底下，所以這一塊就可以先裁出來。裁完之後，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桌面底下，直接把這個洞描下去，在這裡，那另一邊也一樣。這邊就必須要切一個缺角
我要切個缺角掉，我剛好要對應這個孔。這缺角，那其實用鑽孔的就可以解決了。兩側都畫線，先從這一側鑽。我鑽一半，再反過來。那深度把它抓過來這一側。這樣兩側就貫通了。那這裡再手鋸2刀。这樣子就好了。那可以擺上來比一下。好，我從上面看一下這個孔哦，跟我們切的凹槽有沒有對到？那基本上這樣子就準備好了，我可以來鎖了。螺桿把它敲下去。好，那這塊木頭如果會掉下來，可以雙面膠先給它貼着。我這樣操作起來會輕鬆很多。好，那螺絲、滑絲都準備好，放在旁邊。虎鉗把它放上來哦。那如果覺得虎鉗太重哦，底下就放一個板凳，那再墊一下木頭。那除了用椅子墊哦，你也可以直接 F 夾輔助一下，慢慢把這個虎鉗先夾在桌上。好，這個時候就開始把它破緊。底下螺母破緊哦，上面這個螺絲頭就會一直沉下去哦。我們就把它轉到上面這個螺絲頭埋下去這個台面哦，或是你要略低於台面都可以哦。哦，那我是想要讓它埋進去一點。好，那我這一側。哦，這一側有凹下去1米米左右，那發現這一側哦，它有突出這個台面哦，那可能是這個桌面有點不平哦，所以我這裡要塞一個小木片，好，讓這一側稍微低一點。這個螺絲頭都稍微凹下去一點點，這樣其實就 OK 了。好，最後再鎖上一個螺母。讓兩個螺母相互逼緊。哦，因為我的工作桌邊緣有加2塊板加厚嘛，哦，所以會導致哦，我墊了這個木板之後，哦，這邊會是空的哦，所以這裡我必須要塞一個木片進去哦，不然這個虎鉗就不會水平哦。我左邊這裡夾個夾子哦，把它校正之後，這邊就有縫了，再把這個木頭塞進去。我把底下這個空虛的地方把它補起來。哦，當然你要補得完整一點也可以。哦，當然我覺得沒有必要。我這裡就塞一個，我讓它這個面兩側都有木頭去支撐。我這樣這個快速虎鉗安裝到桌面的步驟就完成了。那接下來還有事情要做。哦，這個虎鉗內側如果是金屬的，夾我們的工作鍵哦，就會把工作鍵夾壞。所以這兩側哦，還必須鎖2片木頭。好，那大家看哦，因為我這工作桌外側哦，還有一個比較厚的木板鎖上去嘛，所以我這個虎鉗沒辦法鎖在最旁邊，導致我這裡有個缺角，那我在使用上可能就會不方便，所以我鎖上去的這片木板哦，長度我就會抓到跟這邊齊。那我抓一下長度，這一邊我也會稍微把木板突出這個虎鉗一點點哦，那我就抓21，高度就比較重要了，我會讓裡面這塊木板跟這個木工桌是等高哦，除了跟這個工作桌等高以外，還必須跟底下這2個滑軌有個間隙哦，大概2mm間隙哦，不要讓它摩擦這個滑軌哦，不然推送的時候就會不順哦。來量一下尺寸哦，哦，這樣目測起來是8.1哦，8.1哦，那我要離這個滑軌的段距離，所以減個2mm哦，所以我就要裁7.9。
那有2個方法，一個是我現在直接裁7.9，那鎖的時候盡量鎖到跟這個台面齊。那你也可以讓這2片木頭鎖的時候先略高於這個台面，那等確定鎖好之後，我們再用刨刀把它刨到跟這個台面等高。哦，這樣這個方法可能會更準一點。哦，所以我就不剪了，我就直接裁到8.1，然後到時候鎖的時候底下就墊2mm的木片了，把它墊高，鎖好再把上面給刨平就好了。哦，這樣裁好了。這個缺角我也把它補起來哦。那這裡再一塊。那至於要用什麼木頭，那其實你如果怕夾傷你的弓箭，你就可以用比較軟的木頭。因為如果是比較硬的木頭去夾軟的木頭，有可能會把木頭給夾凹。那對我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差，所以我就找了2塊廢木料，一個紅象，一個雲杉，我就把它利用掉。這個虎鉗內側這裡有3個螺絲孔，它可以鎖在這個台面上，讓這個虎鉗更穩固。我們就要把這4個孔位引到這塊木頭上，連這塊木頭一起鎖到台面上去。那大家看我做的是比較仔細一點呢。它一樣的東西你可以做得很複雜，做得很仔細也可以簡單做一下那其實都可以用啦，只是看起來會比較美觀一點。我畫這個線是為了對位用的。剛剛畫的記號對着夾具的邊緣那把這4個點點出來。那因為它這個中間這個洞很大，所以差一點點是不會怎樣。我底下要墊2mm，那就可以把這一點描過來。那因為我不希望我到時候弓箭夾的時候會夾到這個螺絲頭，會損傷我的弓箭，所以我會成孔做深一點點。那用這個可以快速調整深度的成孔鑽，就會很方便了。那我成孔大概做，我看一下它原本厚度有2公分我成孔就做個8mm好了。然後接下来就可以鎖上去了，量一下需要多長。那這時候我就會選比較長一點螺絲，我讓它鎖深一點，加強它這個結構。好，我用2又1/2好了。這塊就鎖好了。最後就可以把這個外面這一塊把它對準，左右抓齊，上面抓齊，把它夾緊。把這個虎鉗稍微轉個緊度然後再來調整，左右都調到一樣。那這個時候如果想做的更仔細一點大家可以看這邊有縫，這邊是密的，那就可以把這塊木頭這一邊稍微磨掉一點，這樣這邊的縫就可以消除了。我看用刨刀還是用磨的都可以。這樣就差不多了。現在就可以從這邊，這裡前面有2個螺絲孔，把這個前面這塊緩衝木給鎖住就好了。那比較要注意的是螺絲不要太剛好，至少前面要留5mm不要說太長，到時候會傷到工作物。螺絲前面也墊一個滑絲。那可以用敏頭螺絲啦，因為我沒有敏頭螺絲我就用一般的木螺絲。現在虎鉗就安裝好了。那最後可以把這個突出的部分把它修掉。我可以使用修邊機把它修平，或者用刨刀慢慢的刨。只是就是要注意邊刨邊量不要刨得太高興到時候就凹下去了。
那你抓的距離有不要太短，盡量是跨整個桌面，因為桌面不一定很平啊。好像我這一邊就 OK 了。我這裡還差一點。OK， 好，這樣子就平了。啊，最後邊緣可以稍微修一下，倒個角。虎鉗的種類很多種哦。那我其實很久以前就一直在用快速虎鉗了。那快速虎鉗的好處就是哦，跟它的名字一樣的，它這裡有個撥桿，你把它鬆開，它可以快速的去活動。你快速調到定位。好，那它這邊還有一個擋塊，鬆開往上推，再鎖緊。這是什麼作用？跟它水平的這個位置哦，你可以鑽孔，像這樣子的孔，你就可以在這個洞塞擋塊，你就可以把木頭夾在這個範圍內。所以這裡可能就會到時候會再鑽一個洞、2個洞、3個洞，到時候我這裡就可以夾木頭，然後直接在這上面爆。那整個安裝工序看起來是有點小複雜，如果你是新手的話可能會稍微要花點時間。那因為我現在這個工作桌它的狀況比較特別所以我的工序就比較多一點如果是直接一塊板那其實很快就鎖好了不用像我這樣子還需要把這個擋板切槽然後很多縫隙都需要再塞木塊。那最重要的就是你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覺得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一定要在這一部影片點讚，那在底下留言鼓勵我。那有什麼問題一樣在底下留言告訴我。那我有時間的話，就會盡快回復你。那如果想學習製作高質感的榫卯家具，那我也有開設木匠學院線上課程，課程裡有90多堂課是一個很系統化的一個學習路徑。有興趣的話就點擊底下資訊欄去我的官網看咯。好，那這部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那我們就下次見咯，拜。